大家好，我是超子。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香料的知识。烹饪中各种香料在卤水中用量和作用分别是什么？这个视频您一定要看完，后面有彩蛋，干货满满。我们常用的香料是只能赋予食材辛、香、麻、辣、苦、甜等典型气味的可食用香料植物。用于卤水中作用主要是3种：一是赋予食材香味，引起食欲；二是压制或者去除食材本身含有腥、臭、骚等异味；三是搭配使用，形成特有的风味。常见的香料大约有50-60种，大多数也是传统的中草药，但是实际用于卤水中也就是20-30种。今天就详细的给大家讲解常用的20几种香料在卤水中作用和用量。第一种香料八角，八角可以单用，也可以搭配来使用。它在卤水中主要作用是增香，有自己的主体香味，在我们熟知的五香粉和13香配料中都有使用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30克左右。第二种砂仁，调味良药，渗透力强，具有去腥、除膻、复味增香等作用，也可以增加复合香味，味美清香，有爽口清凉感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15克左右。第三种桂皮，桂皮分很多种，我们常见的薄皮桂皮主要是出飘香，味道比较弱小，在长时间卤制的卤水中多使用肉桂。所有的肉类食材都可以使用桂皮，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25克左右。第四种小茴香，小茴香味道甘香，单用或者搭配使用都可以。它在酱卤禽类、鱼类、豆类、花生、豆制品等食材时都可以大量使用，主要作用是去腥防腐，增香添味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20克左右。小茴香跟孜然长得很像，大家不要弄混。孜然细长，颜色深，味道大，多用于制作烧烤。第五种花椒，花椒分青花椒、红花椒。红花椒主要是出香味，青花椒主要是出麻味，两者可以单独使用或者搭配使用。在制作麻辣卤水时可以大量使用。第六种丁香，它的气味比较芳香浓郁，味辛辣麻，在卤水中同肉类烹调能产生脂肪香、肉香、果香、菜香等复合风味，起到增香、去腥、脱臭的作用，并且渗透力极强，能深入到食材内部。它的用量不能太多，否则会发苦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5克左右。第七种山奈，又称沙姜，闻起来有浓浓的芳香气味，辛辣带甜，在卤水中可去除膻骚味，提香调味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15克左右。第八种陈皮，橘子的干燥果皮，它的味道苦中带甜，在卤水中可去腥除异，增鲜解腻，调节香气。它在卤水中既能合味，又能辅助增加清香。使用时没有局限性，很多卤水配方中都有用到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10克左右。甘草闻起来有微弱的香气，长枝有特殊的甜味，在卤水中主要作用是合味，将多种味道合在一起，并平复一些香料的药味，增强料包或者卤汤的复合味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10克左右。胡椒，胡椒又细分为白胡椒、黑胡椒。胡椒的主要作用是去异增香，增加辛辣味，常用于卤制牛肉、羊肉。我们在炒菜时用的胡椒粉就是胡椒碾碎制作而成。关于白胡椒、黑胡椒的区别，我以前出过视频有讲过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胡椒10克左右。香叶主要是出清香味，属于清香型香料，它与桂皮的作用差不多，经常搭配来使用。在卤水中作用主要是去腥增香，使食材产生特殊的清香味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3到5克左右。豆蔻，豆蔻又分白豆蔻、红豆蔻，它气味芳香，味道辛凉，有一股薄荷般香味，在卤水中可以除腥除膻增香，也可以压制或者掩盖其他的风味。白豆蔻的用途比较广泛，几乎所有食材都可以用到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20克左右。草果闻起来有浓郁的辛辣香气，长枝微微发苦，粉碎后香气更加的浓烈，在卤水中主要作用是压腥除异，使口味更加醇厚浓香，并增进食欲。在使用时可以把草果籽去掉，它的籽非常苦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10克左右。草蔻气味芬芳，长枝辛辣微苦，在卤水中有去除腥膻、增加复合香气的作用，常使用在带骨头食材中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10克左右。良姜又称高良姜、小良姜，闻起来有辛辣的气味，多用在肉类食材中，可以除臭除腥，遮盖异味，形成菜肴独特的风味。一般来说，在卤水中还有定味的作用，就是让香味不仅可以闻到，还可以尝到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20克左右。
碧波味道辛辣，有种类似于胡椒的味道，但是比胡椒更有层次。在卤水中可去除食材的异味，增加香味和回味。但是用量过大会有些酸味，并且颜色比较重。使用时控制好用量，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8克左右。木香味辛苦，在卤水中的作用主要是去腥臭、去异味。它的用量同样不能太多，否则卤水会发苦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5克左右。肉蔻尝之辛辣，闻起来有浓烈温和的香气，能去腥除异味，增香防腐，卤肉必备的香料之一。在卤水中可使肉味独特，鲜香盈口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15克左右。辛夷又称毛桃，可去除异味，调味增香，最适合禽肉类的烹调、酱卤等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10克左右。栀子主要是用于给卤水上色，可以搭配糖色来使用。白芷气味芬芳，微苦，在卤水中可以去腥去膻、减油腻、添香气的作用，多用于肉类的加工，可以融合各种味道并增加食欲。每50斤卤水需要加入15克左右。香茅草是一种能赋予食材香味的香辛料，它属于芳香型香料，回口甘甜，可以有效的去除肉类的腥膻味。它的香辛味比较重，在卤水中不能多放，一般50斤卤水放1到2克左右。我们可以简单的给它分下类，出香味的有香叶、草果、丁香、桂皮、陈皮、砂仁、香茅草等等；去腥臭异味的有白芷、草寇、山奈、良姜、木香；去土腥味的是红豆蔻、白豆蔻；出甜味的主要是甘草、罗汉果；上色的有姜黄、栀子、藏红花等等；出辣味的有干辣椒、干姜、胡椒等等；出麻味的就是花椒、麻椒。我们在使用香料时，还要根据君、臣、佐、辅来搭配。比如说卤猪肉，以八角、桂皮为君料，搭配肉蔻、良姜、白芷、砂仁为臣料；卤制鸡鸭鹅类，以桂皮、白芷、良姜为君料，搭配草果、陈皮、小茴香、草寇为臣料；卤制牛肉类，以小茴香、八角为君料，搭配桂皮、陈皮、草果、甘草、碧波为臣料。香料本身有很多带有黑色素，并且在售卖运输中有灰尘，所以在使用前需要用温水浸泡去除杂质。有些香料还需要用白酒浸泡去除苦味。在使用料包时，为了使香味更容易挥发出来，可以把大个的香料砸开，比如说肉桂、草果、肉蔻等等。最后再强调一下关于香料的用量，香料虽然可以使食材去异增香，但是它的用量不能太大，否则就会出现有浓重的中药味，适得其反。一般来说，香料总量占食材总量的1.2%至1.5%之间，也就是说，每100斤食材加入香料600到700克左右。香料的配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程，各地区的口味不同，用量也不同。在实际操作中多练习、多总结，才能配出适合本地口味的香料配比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耐心看完，希望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。大家可以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点赞、转发给更多的朋友看到。再忙再累，记得按时吃饭。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